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台积电5月营收大涨30%至2296亿新台币，71亿美元，受惠于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和部分消费电子复苏。下一条，尽管英伟达股价飙升，威胁微软全球市值地位，部分投资者压住其股价会回落。英伟达面临的做空压注约为340亿美元，是苹果和特斯拉做空压注总和的2倍多。下面这条，由于与咆哮的小猫基斯、吉尔相关的 YouTube 账户宣布将于周五中午东部时间进行直播 ，GameStop 股票 GME 飙升。下一条，沙特阿美拟发行的股票至少可筹集112亿美元，为3年来全球最大此类交易，将有助于为政府转型经济提供资金。政府预期以每股 27.25 沙特里亚尔 7.27 美元的价格出售 15.5 亿股，这比宣布交易前股票收盘价29里亚尔低 6%。 接下来，美银策略师认为美联储降息可能是经济出现问题的信号，市场现压注2024下半年降息。若经济敏感型周期性股票无法反弹，则可能因担心经济大幅放缓而导致债券表现优于股票。让我们关注英国科技巨头麦克林奇因欺诈指控在旧金山联邦法院被判无罪，指控是称他13年前骗取惠普公司110亿美元收购他的软件初创公司 Autonomy。 下面这条，人工智能热潮带动公用事业行业蓬勃发展，因数据中心对电力需求激增，公用事业股表现强劲，但产能瓶颈可能带来挑战，利率下降可能成为另一个利好因素。下面这条，工党计划为首次购房者提供抵押贷款担保，以帮助年轻人登上住房阶梯。国家将为无法存钱支付大额定金的准房主担任担保人，使现有的政府计划永久化。该计划提供 95% 的贷款价值抵押贷款。接下来， GameStop 宣布增发7500万股后股价大幅波动，因交易员小鸡回潮 YouTube。 尽管小鸡的帖子未透露计划讨论内容，但其回归引发了对 GameStop 股价进一步上涨的预期，甚至在公司公布销售额下降的第一季度业绩后也是如此。接下来这条，5月份美国劳动力市场增加27万2000个非农就业岗位，超出预期，表明美国经济没有放缓迹象。最后这条是，美国就业报告显示招聘增长远超预期，加息预期受到影响，美股周五下跌，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下跌约 0.4%， 延续了周四3大股指乏善可陈的表现。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